先别问中国人有多惨，你看拼多多就知道了。这个曾经靠砍一刀砍出万亿市值的神话平台，如今正用它的利润崩塌、股价暴跌，给全世界直播一个惨烈的真相：中国人已经不是消费降级，而是干脆不消费了。5月27日晚，拼多多母公司 PDD Holdings 公布了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，利润暴跌 47%， 营收增速断崖式下滑到仅 10%， 每股盘前一度大跌 20%， 市值一夜蒸发2400亿人民币。要知道，拼多多是所有穷人消费的终极避难所，是在中国经济下行、工资缩水、物价飙涨、失业遍地的背景下，仍能靠着 9.9 元包邮卖爆全网的超级平台。这个兜底平台一旦出问题，就不只是拼多多的问题，而是13亿老百姓买不起的现实问题。先来看看拼多多历年来的营收增速。2021年 Q1 营收同比增长 239%， 2022年 Q1 营收同比增长 7%， 疫情年，但全年增速仍超 30%。 2023年 Q1 营收同比增长 58%， 2024年 Q1 营收同比增长 131%， 2025年 Q1 仅增长 10%， 创历史新低。这个 10% 的数字有多刺眼？你要知道，拼多多是拼命多卖的电商平台，它的收入爆发是常态，3位数增长才是市场预期。如今却直接回落到和暮气沉沉的阿里同一水平。阿里2025年 Q1 剔除大润发和银泰后，增长也只有 10%， 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引擎熄火了。更恐怖的是，拼多多的营销费用同比暴增 43%， 达到334亿元，硬是多花了100个亿去砸广告，结果净利润也少了100个亿。这不是增长，是竭力稳住阵脚，是对中国人消费能力衰退的无声悲鸣。拼多多已经不是在拼多卖，而是在拼命续命。很多人还停留在消费降级的幻想中，觉得只要价格够低，中国人还是会买单。但拼多多的腰斩利润直接给这句话打脸。不是大家想买便宜货，而是根本没钱买任何东西了。2024年开始，不少城市的白领群体出现负工资，工资打下来，扣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培训、生活成本，账户净资产为负。而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依然高企在 5.2% 左右。16至24岁青年人群体虽然数据已不公布，但据野村等机构估算，实际失业率超过 30%。 这届年轻人不是消费降级，是消费沉默。你能想象拼多多这样1元砍价、白菜价格、全国包邮的地摊电商都卖不动了吗？甚至有网友吐槽，去年我还在拼多多买牙膏，今年我用水和盐自己刷牙。拼多多利润下滑还有一个原因，它的海外平台 Temu 也在失速。Temu 原本被视为中国电商弯道超车的王牌，它以极低价格席卷美国市场，一度被美国媒体称为电商核弹。但川普回来了。2025年2月起，川普政府恢复了对中港澳小包裹的关税追缴政策。5月13日，白宫进一步调整命令，维持$100从量税标准，从价税率虽然调降为 54%， 但 Temu 的模式几乎建立在此前$800以下包裹免税的基础上。结果就是 Temu 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。Temu 不得不改变运营模式，不再代为打包发货、压低运输费，而是逼着卖家办托管，自己承担更多成本。这不仅让 Temu 的规模经济效应迅速崩解，也使得其价格优势土崩瓦解。而在亚洲，日本也正在考虑取消小额免税政策，欧盟正计划对所有中国来的包裹征收固定费用。Temu 正被全球围堵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拼多多海外的梦也醒了。拼多多的剧烈下滑是中国消费结构的直接投射。很多人问经济好不好看哪里？过去答案是看高端消费，看阿里、京东。但今天我们得反过来看，连拼多多都卖不动货了，说明底层消费力已经彻底崩了。拼多多是经济寒冬中的避风港，是吃不上肉的人还能买包咸菜的平台。它的衰退说明连咸菜都没钱买了。而电商不振不只是企业问题，更是连锁反应。商家卖不动货就不贷款、不投资，工厂接不到订单就不招聘、不加班，年轻人没工作、没收入就没结婚、没生娃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银行新增经营性贷款下滑了 18%， 社会融资总量同比下降了 14%， 消费贷减少约1600亿人民币。人们曾经以为这是暂时性观望，但现在大家明白了，这不是观望，而是无力消费。拼多多的暴雷只是中国消费地震的一角。我们常说经济三驾马车：出口、投资、消费。如今出口被关税围剿，投资被房地产拖死，本该最稳定的消费也崩了。而拼多多的失速只是那个裂缝最真实的裂口。你以为中国人没钱，只是因为企业不景气？错了，中国人是被整个系统洗劫干净了。2024年底，南方财经一组调查数据惊醒全网。中国有4亿中低收入群体人均月支出仅900元左右，3线以下城市每户家庭平均负债突破13万元，而1线城市中产每月刚性支出占工资比例高达 82%。 人们早已不是不想消费，而是没钱消费。孩子补课要钱，报班要钱，哪怕是网课也照样几千块一个。房贷车贷像绞索一样套在脖子上，每个月刚发工资就还银行。医疗支出逐年上涨，商业保险却越来越贵，很多人连社保都断缴。吃穿用度，拼多多都成了最后的选择，还嫌它不够便宜。更可怕的是，每当人们咬牙消费一点，背后都是在掏存款。2025年3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，居民储蓄环比暴跌 3.2 万亿，为历年最大跌幅。这不是信息回归，而是被迫取钱过日子。我们再来看看官方公布的数据表象与背后的真相。2025年一季度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.7%， 看似还行。请注意，这个增长是与去年已经极度低迷的基数相比。考虑到通胀因素 CPI 为正，实际消费增长基本为零。剔除金银珠宝、汽车和通信设备后的必选消费品，如日用品、餐饮、服饰，几乎全面下滑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落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意味着大家更倾向于存钱而非花钱。不仅如此，从百度指数和电商关键词搜索来看，省钱攻略零元购、薅羊毛的热度连续4年上涨，而奢侈品、海外有品牌服饰则全面下滑。这不是结构性调整，这是消费信心被摧毁后，人人都在勒紧裤腰带过冬。当拼多多也开始用100亿补贴换销量，用利润下滑换活命，我们不能责怪平台做错了什么，它只是在尽力顺应这个时代的衰败。错的是中国经济已经病入骨髓，这病从房地产开始蔓延，传导到制造业，然后侵蚀了就业市场，最后吞噬的是消费者的钱包和信心。更讽刺的是，拼多多靠白牌、低质、低价起家，如今也在去低价化，转型品牌电商。问题是，你转型了，消费者还没钱转型啊。当年拼多多用砍一刀砍进千家万户，如今却在试图用中产品质留住客户。
而事实是，连中产都正在消失，谁还有能力支持你的品牌梦？我们再说回 Temu， 它象征着中国电商向外逃的路径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制造业内卷严重，大家都在搞全托管，疯狂出海。拼多多的 Temu、Shine、TikTok 电商平台几乎用低价加免税加补贴3件套横扫欧美。2024年 ，Temu 在美国订单量增长超300%，广告投放超50亿美元。但就是这样一个烧钱出来的神话，也没躲过政治风暴。2025年5月，川普强推145%对华关税 ，Temu 成为重点打击对象。不仅税费骤升，连清关速度都被人为拖延。Temu 无奈从包办发货改为卖家办托管，还推出高价产品专区，等于砍掉自己的命根子。烧钱烧完，价格优势不在，物流成本暴涨 ，Temu 的增长断崖式跌落。从2024年 Q4 的环比正60%暴跌到2025年 Q1 的-4%。中国电商出海败在了别人不让你赚，国内不行，国外被围剿，拼多多无路可退。所有人都在装看不见，但真实正在撕裂。拼多多利润暴跌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还看到了什么？顺丰快递2025年 Q1 净利润同比下降36%，小米手机销量暴涨22%，但利润只涨3%，靠低端机薄利多销。抖音电商退货率持续攀升，越来越多用户买完就退。上海、广州、成都多个商圈租金暴跌20%，空置率超过15%。整个中国经济像一个越来越空的泡沫，仍在表面维持平稳运行的假象，但每个数据背后都是普通人日子越来越难的呐喊。拼多多曾是穷人最后的体面，如今也挺不住了，连这点体面都失去了，中国人还能去哪？